Hello，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款国产的相面化材料泰吉诺 PCM800X。相面化材料啊，经过近2-3年在零售市场上的验证啊，得到了很多玩家的认可和反馈，尤其呢是在笔记本上的应用。其实呢，主要指的就是惠尼威尔的7950，它有着呢远远比硅脂更好的耐久和可靠性。使用过的绝大部分用户啊，应该都是感受明显的。但是高性能相面化材料的国产化一直延后了这么几年啊，才慢慢出现。可见说这个东西的研发起来还是有不小难度的啊。大家呢不要小瞧了人家惠尼威尔这个8.5瓦的导热率。直到今年啊，国内各个厂商纷纷都开始在相面化材料市场呢进行发力，相信呢将来也会和普通硅脂一样百花齐放。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款泰吉诺的 PCM800X 呢，也是其中一款的国产化相面化材料。这个很久之前呢，我们其实已经做过这个 PCM800X 的性能和耐久测试了，它的性能和耐久呢表现的都不错，和国外的竞品呢其实也不相上下的。大家有兴趣呢，可以去翻翻我们往期的那个测试视频。其实我们最早接触到这款材料呢，是在22年了，到现在大概已经有1年多小2年的时间了。这期间呢，厂家对这款材料呢做了很多的测试验证，当然也有一些性能上的优化和调整。这个过程啊，确实是慢了一些啊，但是导热材料稳定可靠，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要素啊。我还是很赞赏泰吉诺的这种严谨的做事风格的。泰吉诺的 PCM800X 呢，也是分为膏状和片状2种形态，参数表呢这里奉上，大家可以定格参考。首先可以肯定啊，这个参数肯定都是实标，甚至还有可能是反向虚标啊。相面膏和相面片的这个关系，可以简单理解为啊，把这个相面膏涂平，然后晾干覆膜，它就是这个相面片，然后把这个相面片呢撕掉膜，打碎，然后掺上溶剂，它就是这个相面膏啊，本身就是一样的东西做出来的，就像那个惠尼威尔的7950和7950 SP， 莱尔德的780和780 SP 一样，都是成对出现的。了解的朋友呢，想必都很好理解啊。这个 PCM800X SP 的使用方法呢，依然是推荐啊，涂平晾干10分钟，然后等溶剂挥发的不粘熟了以后再装机，这样的上机测试它的效果呢会更好一些啊。这个点呢说不重要，其实也很重要啊。你不晾干其实也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点是判断一款材料是不是相变化材料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比如市面上有些号称是相变导热膏的材料啊，但是你把它涂平了之后，它永远都不会凝固，那就一定是不对的了啊。比如啊，最近就有不少热心的买家给我们反馈的信息啊，我们也买到了这种所谓的7950，外观上呢是看不出什么区别的，你把它放进去之后，它就隐形掉了。但是这个硬度太软了，完全就是不对的啊。这个不光坑了个体消费者，还让大家呢对这个材料产生了误判。尤其是你是工厂或者企业，或者说做科研项目的话，找点样品测试一下，可能会对你的数据呢产生了非常大的判断影响了。对于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行为啊，我们是非常不耻的。所以我们销售的这个泰吉诺 PCM800X 呢，是特殊定制了一个厚度0.23毫米，我们跟谁都不一样。从厚度上我们就做了一个区分出来啊。其实像这种挂羊头的7950啊，我跟大家讲，它就好。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上来。关于 PCM800X 的片装材料，我们重点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总结下来啊，我认为有3个特点，有优点也包含了一些缺点。第一个点呢，易撕膜。也许啊，在专业应用领域，这个易撕膜啊，可能并不算一个什么重要的特点。工厂的工人呢，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但是在我们零售领域啊，这个可能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点。关于目前大家熟悉的这个7950相面片撕膜的这件事情啊，反馈不好撕膜，或者说因为不好撕膜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啊，也不算少尤其是夏天，这是截止到23年11月份大概半年的数据啊，反馈问题呢还是不少。为了优化好撕膜这件事情啊，我们其实也研究了好久啊。最开始以为跟这个材料上面这层膜有关系啊，但泰吉诺这边呢也做了很多的自语测试，各种各样的膜也都测试过了跟这个膜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好不好撕膜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材料本身的硬度或者说韧性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我们销售的这种莱尔德的 PCM588这个相面片，从来没有人反馈说这个东西不好撕膜。你看它这个非常好撕膜，为什么？因为它很硬，它的下面温度呢又是60摄氏度，所以呢就非常好撕膜。那么我们简单的给这个相面材料呢加硬可以吗？也不可以简单的加硬呢会让它的导热性能明显的下降。不能快速的软化、压薄、挤出，那么热阻就会变大，对它的导热性能呢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甚至是对它的耐久性产生影响。
这个可能也就是那些挂羊头的7950啊做的那么软的原因啊，它可能是想尽量把这个性能做得更好一些啊，硬了之后它的性能差异就会过度的被放大了。在硬度和性能之间的这个跷跷板啊，泰吉诺的工程师他们是研究了很久的，最终呢是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在保性能的前提下做到了相对更好撕膜的体验。具体的方法呢，这里涉及到人家的保密了，我们就不多说了。个人感觉啊，只要你方法正确，然后不是终极手残党的话，应该问题都不大了。如果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好撕膜的话，那还是用相面膏吧，也不要太为难自己。第二个呢，就是性能和耐久。泰吉诺的 PCM800X 这款材料，我们之前已经做过完整的耐久测试了啊。这个测试的性能呢，是和7950几乎不分高低的吧。耐久性呢，测试过程中呢，循环烤机2000次，也几乎看不出来什么差异。我们也在几乎不积热的台式机10900K 的这个 CPU 上做了多次的校准测试，260瓦加风冷散热器，上机开始测试都是100度。泰吉诺的800X 呢，在烤机刚开始的阶段，它的过载曲线呢会略高一些，但是过载的时间很短。7950表现的过载最大值呢要更小一些，但是持续的时间呢更长一些，最终的温度呢又都是92摄氏度。这个烤机温度慢慢降低的过程，也就是相面片的磨合期，这两个算是各有利弊吧，表现都很稳定。作为一款本身就是追求耐久的相变化材料来说，可能也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咱们日久见真章，不能太着急。对了，还有个题外话，今年呢还有一家化工巨头，也就是汉高，他们发布了一款高性能的相变化材料啊，相面片。据说呢是相比7950具备了更快的上机磨合速度，它把7950这个上机需要预热一下才能发挥出来最大性能的这个小缺陷给突破了。所以我们对这个相变化材料的硬度和好撕膜还有性能之间的这个关系判断啊，我们还真想再找一个样本呢来验证一下。但是汉高的这款相面片呢，好像国内的代理都没有什么货啊，不清楚什么原因，只能等将来有机会了。第三个，国产化性价比更高。先说性价比，国产化以后，我认为可能最大的优势就是在此了。比如今年大家熟知的那个固态硬盘啊、内存啊，国产化之后的这个价格变化，大家应该都深有感触啊。用量比较大的厂商、工作室，甚至是做电脑维修的，可能真的就能体现出来一些成本的差异了。但是呢，反过来理解这个事情，要想做到和国外竞品相同的品质和相同的批次一致性啊，成本也不可能做到太低。对于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消费者来说啊，最关键的还是品质和可靠性这些因素。毕竟一台电脑啊，几千上万，规指的差的这几块钱，也许并不是大部分的零售消费者考虑的第一要素啊。当你个人有了一台心仪的好电脑之后啊，可能就会应了那句话，就是你问我推荐，要买我不买。泰吉诺的 US1200、LV800、GL800。还有是更低阶一些的 US300这几个型号呢，在我们店铺这么长时间的销售反馈来看啊，泰吉诺这家公司他们的产品品质和批次一致性还是有保障的。最后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啊 ，PCM800X 我认为是一款不错的导热材料啊，操作性呢也到了优化，性能呢也在一线水准，性价比呢表现的也不错，大家呢也不用担心买到高仿品。但是我们的测试验证啊，毕竟代表不了大家的口碑，最终的反馈如何，还是要靠市场和时间来进行验证的。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来研究研究。好，这期视频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目前开通了速卖通店铺，有时间的话呢，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感谢你的观看，我们